迎来到进转全球，我是陈元纯。台积电股价修正，全球扩张不受影响。德国厂传出将在8月20号动土，人才需求更加强劲了。但一直想要跟台积电一拼的英特尔，同样积极扩厂，怎么却传出最新一轮大裁员又要来了呢？很多老板喜欢说员工是他们心里最软的那一块，但是当业绩没有起色，执行长束手无策，只能砍成本来美化数字的时候，最软的那一块可能就成了最好下手的那一块。有知情人士向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爆料，英特尔计划要裁员数千人，最快可能在这周四美股盘后，英特尔公布财报时就会正式宣布。其实2022年，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就发布了裁员计划，希望到2025年每年可以省下100亿美元的成本。像去年英特尔就裁员来到了5%，但是基辛格一再宣称将要超车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去年亏掉70亿美元，似乎让基辛格无计可施，只能设法裁员省成本。而且英特尔上礼拜宣布，从记忆体大厂美光挖来一位新的营运长，全权负责英特尔的全球晶圆代工事业，就是这位钱德拉塞卡兰。他在美光是技术开发资深副总裁，但是这张挖角让很多人看不懂。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说，记忆体跟逻辑晶圆制程完全是两回事。找一个没有做过晶圆代工的人来，他不知道基辛格在想什么，不如找台积电的退休高层去当 CEO， 感觉英特尔会更有救。从股价的颓势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英特尔深陷困境。最近 AI 热潮退烧，使半导体类股跌势惨烈。辉达过去3礼拜股价下跌超过20%，已经跌破了100日均线，但是今年来累积仍然上涨超过1倍。英特尔在 CPU 跟伺服器领域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超微，今年来则是下跌了6%，而英特尔却是大跌了40%。不止如此，超微周二盘后公布，上季营收跟获利双双超越预期，营业利益大增了14倍，摆脱了去年同期的亏损。而且在 AI 晶片的助攻下，上季资料中心业务的营收飙升超过1倍，最核心的本业 PC 处理器业务营收也是大增了将近50%。同时，超微执行长苏姿丰调高了 MI300系列的 AI 晶片销售预估。强劲的展望让超微成为全村的新希望。陆行之说，看看会不会轮到超微来救一次台积电。此外，三星今天发布的财报也相当亮眼，营收成长超过了20%，营业利益暴增了14倍。时隔近2年再度突破10兆韩元大关，最关键的原因是半导体业务终于转亏为盈。三星的 DS 部门，也就是包括半导体的装置解决方案部门，在连续5季亏损后，上季收获了将近6.5兆韩元的营业利益，营收也成长了将近1倍。台积电股价虽然步入修正，但是全球扩产的脚步不受影响，甚至还加速推动欧洲第一座晶圆厂选在德国新建。现在确定将会在8月20号动土，董事长魏哲嘉会率队到德国主持仪式，预估2027年量产。可月产4万片12寸晶圆，可望为当地创造2000个工作机会。德国建厂计划去年才宣布，大概1年时间就要动土，创下了近代欧洲晶片厂动土进度最快的计划。日本媒体大叹，台积电真的是神速。不过跟美国新厂一样，成本是欧洲厂最大的疑虑，建厂成本预估超过100亿欧元，而后续人力成本压力恐怕还会更沉重。超过50公顷荒芜空地以架起为例，这是台积电首座欧洲晶圆厂，就在德国德勒斯登，去年才宣布建厂计划，时隔1年火速开工动土。董事长魏哲嘉8月20号率队亲临，成为欧洲投资最神速动土者。台积电重砸100亿欧元建厂，不止动工要快，预告3年后就能量产，以2822奈米半导体制程技术，月产4万片晶圆，创造2000个工作机会，满足在地化生产汽车晶片需求。对于应付欧洲的车用及工规的需求的话，2822乃至于1612可以算是足足有余。要往自驾车、智慧车的方面发展的话，恩智浦、英飞凌的话，
他们最先进的制程也才不过是28奈米左右。选在有德国矽谷之称的德勒斯登盖12寸新厂，除了黄金地段，最重要看准未来合作伙伴。看看隔壁正是台积电欧洲厂合资伙伴博世，距离英飞凌正在斥资扩张功率半导体厂也不远，甚至在地产业链英飞凌、恩智浦通通入股，形成半导体聚落。建厂容易，对台积电而言，营运才是重大挑战。营运方面的话，人事上面薪资上面的成本，欧盟以及对于台湾来讲的话，薪资水准就是高上了一大截。台积电要扩张欧洲版图，虽然具有产业链支持，但人力等成本以及欧美台湾不同的工作形态、加班文化，对台积电来说才是重大挑战。金新闻徐伟成、徐邦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央行重大消息，日本央行今天意外宣布再次升息，把利率从0到0.1%调升到0.25%，比多数分析师预估的再升息时间更早，同时也提高了年底前进一步紧缩的可能性。出乎意料的突袭不免让人怀疑日银是不是面临到庞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有意角逐首相大位的自民党人士，包括河野太郎，还有茂木敏充，最近都大声疾呼要日银升息紧缩货币，阻贬日元，抑制物价上涨，平息人民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内部讨论相当激烈，日银今天公布决策的时间比往常晚了半小时以上。大批投资人在电脑前苦苦等候，不断的点选、重新整理、刷新网页，导致网站一度瘫痪，出现了像这样 “network busy” 的讯息。由此可见，这场决策相当受到重视。那么日银这次到底做出哪些决定呢？根据最新声明，日银以7-2的票数决议，把政策利率调高到0.25%，市场本来预期利率是不会更动的。另外，日银6月就预告这次会公布购债计划调整细节。从这个公布的内容来看，日银一致通过每个月买进日本公债的金额，接下来原则上每一季会削减大约4000亿日元。目前7月的规模是5.7兆日元左右，到了2026年1到3月，规模将会降到每个月大约是2.9兆日元。另外，在政策前瞻的部分也有所调整，从本来表示金融歧视将维持宽松一段时间，改成如果最新经济活动以及物价预测成真，那么日银会持续的调升政策利率，而且调整货币的宽松力道。这样的用词被视为偏向鹰派。不过，由于缩减购债的速度没有外界预期那么快，市场原本认为日银会一口气就把每个月的购债规模砍到5兆日元。决策公布后，日元对美元短线反而走贬。但台北时间下午2点半，日银总裁植田和男召开记者会后，汇率又明显走升，盘中震荡幅度超过2%。植田和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目前离中性利率还有一段距离，同时否认0.5%被视为利率的上限。年底前是否进一步升息，将取决于数据表现。另外，植田也被问到有关政治压力的问题，但他拒绝透露决策官员对此所发表的看法。日银今天除了公布决策声明以外，也一并更新了通膨还有经济成长展望。我们接着来看数字有哪些变化。首先看日银最关注的通膨部分，我旁边这条线是日本不含生鲜食品的核心 CPI 涨幅的变化。可以看到，在2022年度这年，日本的通膨可以说是大幅的升温，主要是受到乌俄战争、供应链瓶颈，还有日元贬值推升进口成本的影响。2023年度的通膨同样维持在高档。至于2024到2026年度的通膨，根据今天出炉的最新展望报告，虽然物价涨幅预估会进一步的缩小，但至少这2年都还会高于日银2%的目标。其中，在2024年度也就是本年度的核心 CPI 预估会上涨2.5%，比起上一次的预估值小幅下修。但是明年度则是从1.9%上修到了2.1%。另外，2026年的预估值目前是维持不变的。谈完了核心通膨的部分，接着来看日银对整体经济成长的看法，是变乐观了，还是变得比较悲观呢？我们同样先看过去的历史数据，在历经2020年疫情导致经济大幅萎缩之后，日本经济从2021年到2023年都是呈现成长的。接着从本年度到2026年度的部分，
从今天公布的数字来看，成长率预估都会在1%附近游走。其中2024年度的数字呢，预估是来到了0.6%，比起上次预估的0.8%有所下修。但是2025跟2026年度成长预估都维持在1%。整体而言，展望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代表日本经济仍将以相当缓慢的速度成长。日元汇价近3周来突然飙升，在资产市场引发动荡。最主要的原因就出在市场对美日利差收窄的预期越来越强烈。这是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走势，去年10月一度升破了5%，创下了2007年来的16年新高，目前仍徘徊在4.2%的高档附近。再来看的是日本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从2012年以来一直是低于1%的。2016年日银实施殖利率曲线控制之后，更徘徊在0或是0以下。去年3月，日银取消了对殖利率的控制，但直到最近，10年期公债殖利率才回升到了1%以上。而从2020年以来，美元对日元强劲升值，跟殖利率差的扩大几乎同步。去年美日殖利率差平均大约是340个基点，创下2001年来最大。但是近几个月，美国公债殖利率小幅下滑，加上市场预期联准会9月将展开降息，意味美日利差可能会持续缩小，这加剧了日元的利差交易平仓，为日元的反弹推波助澜。台湾面对中共武力犯台威胁，经济还有股市依然表现强劲。但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可能上台，成为未来一大不确定因素。不止台湾紧张，南韩也开始焦虑。当地媒体分析，如果川普上台，可能为拜登提供的建厂补贴提出新的条件，造成比预期更大的损失。三星与台积电恐怕会因此缩减在美国的投资，三星则会把投资焦点转回南韩。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后依旧积极跑造势活动，然而要是他当选，他对于半导体补贴计划的想法可能会左右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美国工厂的命运。因为川普过去曾说，美国提供数十亿美元帮助台湾半导体业在美国建新的晶片厂，但最终台湾还是会夺走美国所有的半导体业务。Taiwan did take all of our chip business. You know, we used to make our own chips. Now they're made in Taiwan. But remember this. Taiwan took, smart, brilliant, they took our business away. We should have stopp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x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riffed them. 有韩媒认为，川普很可能会转向支持英特尔或格罗方德等美国代工企业，减少对海外企业的补贴。根据统计，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市占率今年第一季达到61.7%，站稳龙头地位，和三星的差距拉大到超过50个百分点。但要是美国政府更迭，对三星的影响还可能更大。另外，在最先进制程的3奈米领域，台积电今年第2季的销售比重达到了15%，但三星的晶片良率仍欠佳。有专家分析，要是美国转向投资本土企业，三星很可能会没有动力进一步在美国投资，而是选择专注在南韩龙仁园区和其他国内地点。这些为刘玉珍、王主云报道。我国的主计总处今天下午公布第2季的国民所得概括统计，结果显示上一季 GDP 成长5.09%，比起第1季有所下滑，但还是处于相对高的水准。在我旁边的走势图是台湾 GDP 年增率这2年半以来的变化，可以看到大致呈现一个 V 型的走势。去年第1季的时候 ，GDP 曾经萎缩超过3%，连续2季负成长，但是后来成长率逐季上升。今年第1季 GDP 年增率来到了6.56%，创下了11季以来的最高。至于第2季的部分 ，GDP 成长率就是刚刚提到的5.09%，这样的数字比起5月预估的5.18%稍微低了一点。主计总处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出口扩增力道不如预期，不过企业投资步调加快，资本形成表现优于预期，抵消了部分降幅。台湾拥有相当完整的科技供应链，在全球这波 AI 投资热潮中，是除了美国以外另外一个主要受益者。这使得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相当受到各界看好。我们来看国际货币基金 IMF 对亚洲4小龙还有日本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其中台湾的成长率预估会来到3.1%，这样的成长表现将会比其他经济体都来得亮眼。像是香港的成长率预估是2.9%，南韩跟新加坡同样也是2字头。至于日本的 GDP 成长率可能只有0.7%。
代表台湾今年将是亚洲先进经济体当中成长最强的一个。看完台湾跟其他经济的比较，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各个机构对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的看法。首先是主计总处，它预期今年台湾的 GDP 成长率会接近4%。其他机构方面，台经院跟中经院预估的数字都落在3.8%多的水准，央行则是来到了3.77%，亚洲开发银行则是3.5%。外商银行部分，他们的看法就更乐观了。像是新转不久前一口气上修，台湾今年成长预测0.7个百分点，来到了4.2%。渣打也调升预估值0.6个百分点，现在是来到了3.7%。瑞银的成长预估值则是3.8%。全球人工智慧 AI 类股最近表现普遍不理想，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开始期待公司能秀出投资 AI 带来的好处，逐渐无法忍受持续砸大钱但看不到效益的情况。针对企业财报前景，还有 AI 类股以及美股大盘的展望，我们今天请到群益投信基金经理人向思颖来为大家解析。经理人好，努力投资 AI 的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最近公布财报之后，股票都涌现一波卖压，紧接着还有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亚马逊等业者也要公布上一季业绩了。我们要请教经理人，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关注？另外，在 AI 类股之外，你认为还有哪些产业值得多加留意？第一个要关注的还是 AI 相关的科技股，今年在美股一枝独秀。那我想现在市场对于第二季企业获利预期当中，这一类股的获利成长依旧是最高的，所以在已经这么高的预期之下，是不是还能够超预期，并且这些企业给出的前景展望是怎么样，这是市场所关注的。那第二个的话，同样也是科技股，但是是软体类股。今年美国的科技股其实走势相当的分化，半导体跟硬体表现相当良好，但是软体类股除了 Microsoft、Amazon、Google， 其实其他的软体类股表现相当疲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其实追根究底就是说，其他的软体公司其实他们并不能好好的去结合生成式 AI 跟他们手上既有的软体产品，去找出一套商业模式变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软体的许多客户他们在做购买的决策的时候，有一点犹豫，购买的时间有延后。那第二季呢，大家主要还是在观察说这个趋势到底有没有改善。那第三个要观察的类股则是工业跟消费类股，因为美国近期景气是在放缓的，包括零售销售是在放缓，然后制造业的 PMI 也是在下行，包括就业市场也是在降温。那所以大家会特别的关注说，这些跟景气循环最直接受影响的消费跟工业类股，他们的财报跟他们的展望是不是跟我们从经济数据看到的趋势是一样的？那我想这些是这一季财报主要关注的重点。虽然各产业获利表现有一些落差，但是整体而言，美国企业上季获利以及未来展望，目前看来算是相当乐观。第二季的成长率可能逼近1%，第三季获利成长率虽然预料会下滑，但是第四季还有明年前2季成长可能都有双位数。所以我们要请教经理人，你对获利展望是不是同样抱持这么乐观的看法呢？其实我认为现在就看到明年的预估有一点时间点太早了，主要是到明年之前，其实美国的还有相当不确定的变数，像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以及都还没有降息，那降息之后究竟会如何？所以其实现在其实都还相当不确定，大家对于第二季财报究竟会如何都还很难去预测。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就是明年双位数成长的这个预估。那第一方面是这个双位数预估里面，7巨头它的获利成长仍然是高于其他的股票的。那第二个则是剩下的493只股票里面，其实过去几季这一些股票的平均获利是些微的负成长或者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所以明年对这些股票来讲是一个有低基期的效应。那再来呢，明年双位数的获利成长预估里面是预期这493家的股票，他们的获利会重新加速启动成长。那这里面也隐含了可能有降息的帮助。那但是呢，这些股票究竟是不是能够真的这么顺利的加速获利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从第二季跟今年
降息之后下半年的财报我们才要去观察的。所以明年的这些预估，其实就现在来看有一点看得太早了，其实并且是对市场来说这个意义也没有那么大。美股上半年的涨势相当强劲，主要是靠 AI 类股在支撑。但现在随着价位偏高，市场开始出现一些资金轮动的情况，但还没有形成一股明显趋势。你觉得 AI 类股接下来还有表现空间吗？资金会不会真的开始大量流到其他类股？还有美股从现在到年底，你认为会怎么走呢？ AI 类股我认为还是有上涨的空间，而且到了下半年临近大选的时候，其实 AI 科技股反而会变成市场的一个避险标的，因为其实无论是双方的政见 ，AI 这个发展是最不会受到双方政见的影响，而且最后无论是谁当选，其实 AI 这个趋势最终都是要发展下去。那至于类股轮动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比较像是一个短暂的类股轮动，例如说科技股涨多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可能资金短暂的移到其他行业，例如医药或者是金融等等。但是要真的出现一个有持续性的大族群，目前是还没有看到。那今年呢 ，AI 的大型科技股表现是特别好。那接下来降息理论上是有利于中小型类股，可是这2年其实美股它的大型股表现是明显的优于小型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其实主要还是在于说，一开始生成式 AI 出现的时候，这些科技巨头他们一开始就马上能利用生成式 AI 去赚钱，然后并且去节省更多的成本。可是对于小公司而言的话呢，第一个是他们还不知道要如何去运用 AI， 那第二个是 AI 对于小企业来说，他们去降成本、去提升效率的这个效益，他们没有大公司来的这么明显。所以这样一来一往，其实大小公司的差距就越来越大。那这个状况呢，就会变成一直要等到说这些的其他的企业，他们能够去找到一套的方法，知道说如何去善用 AI，这样子的状况，才会让 AI 它能够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那一直到那个时候，其实真正接力的下一个新的类股，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对于美股整体的看法呢，我对于美股看法的走势的核心看法就是，美国的景气它现在是在放缓的，逐步放缓的趋势，它是有利于整个 CPI 的降温，有利于市场对降息的预期跟股市的发展。那尤其要把握第一次降息前的上涨，目前市场预期是在9月。那因为人都在怀抱希望，有梦最美了，所以其实在美股第一次降息之前，美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投资人都可以有一个理由跟有一个希望说，反正接下来9月要降息了，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情况。但是反而到了9月第一次真正降息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修正。感谢专家的解析，休息一下，继续进展全球。明天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进展全球。感谢收看，我们下回见。